眼前的这名汉子是山中混迹的猎户，家中狐皮数不胜数。身后的这名女子打扮尊贵，是来大量收购狐皮的。汉子努力推销着自己的货物，尤其是火属性的妖狐，活剥下来的皮草更加柔软舒适。身后女子的眼中的神情却越发的冷漠，一句话打断了汉子的介绍：火取皮毛，小先生不曾觉得过于残忍吗？这几个要吃人的时候不残忍吗？挖食了6个孩童的脑髓，连我的孩子都被害死了。活剥他的毛皮都是轻的，俺还只嫌对他不够残忍。女子听完猎户的话后，仿佛认可的点点头。猎户看妖如牲畜，那妖看人也应当如此。女子手一伸，万千藤蔓从袖口钻出，缠在猎户身上。此时他才颤抖地意识到，眼前的女子是一名化神期的大妖。藤蔓中的一根根小刺吸食猎户的血肉，不一会儿，地上只剩一物。而女子看着手中的奇异小花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上古时期，天地间第一批生灵是妖族，因此各种奇仙异兽出现其中，四瞳灵狐、雷霆那迦、九幽地冥蟒，这些大妖翻手之间日夜颠倒，他们之间也会为了争夺修炼资源而展开厮杀。就是各种妖族斗争之间，人族成长了起来，各种修仙世家、阴阳门派、金丹期修士数不胜数，踏剑飞行，一练永恒。各种修仙世家、阴阳门派逐渐成为大地上的霸主，打出了炼气式的赫赫威名，成了当时的天地主角。但随着一颗域外陨石的出现，天地间灵气消散，仿佛进入末法时代一般。那些修为高深的修士匆匆破镜飞升，留下的仙术和功法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于是妖族凭借着坚硬的肉身又开始出现世间。皇宫之中，一名妖艳的女子在大堂中央翩翩起舞，窈窕的身形和薄如蝉翼的衣服吸引着在场的每一位男士。龙椅之上，如今的皇帝大声叫好，但女子手撒花瓣，花瓣落地长出桌子大的鲜花，但随着女子手印法诀，鲜花张开大嘴，如食人花一般夺取在场人的性命。正当女子要对皇帝出手，一只金龙从皇帝体内出现，打伤了她。藤蔓缠绕妖气女子，不一会儿女子便消失不见。皇帝本身并无修为，但身为天命之子，受上天庇佑，所以才会有金龙护体这一幕。皇帝下令开始建设镇妖司，人间散修也可补药来换取灵石。山海关处，一名名官兵整装待发，仔细看去，每位士兵都是筑基期修为。他们带着惊恐的眼神看向前方的10万大山深处，那里传来有节奏的律动。这是每年一次的兽潮，但他们不能后退，因为他们的后方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孩。不一会儿，漫天的飞行妖兽和地上的精怪喷涌而出。随着将军一声令下，修士士兵义无反顾冲入兽潮之中。画面一转，一处庭院之中，2名女童和1名男子仿佛在布置什么机关。突然天空浮现一个黑影，男子拉动开关，法网被捕捉这个黑影。只见一个头长2角带着翅膀的妖兽，2名女童也是修士化身而已，一个叫水灵，一个叫天骄，男子名为马一鸣。3人都是一介散修，便组成小队。这妖物名为穷奇，公告上写着价值150颗灵石。天骄大喊着发财了，而马一鸣注意到穷奇背后长出一棵妖异小花，再想到这妖物之前一直在山中修行，只是最近才在人间祸乱一方，心中仿佛有着一团迷雾若隐若现。不仅是马一鸣一行人，世间各个地方都有修士出妖，他们出身各不相同，都是来自于修炼门派的历练弟子，有的是佛门的九行僧，有的是来自天机阁的传人。百妖阵上有各种叫卖的物品，有从秘境带出的上古之物，有的是大修士的随身法宝，宛如如今的潘家园一般。有人被骗，也有人逃到了神秘法宝。一处猎户中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女子是被镇妖司通缉的大妖花满堂，本体是一朵千年曼陀罗花，她恨透了人类，所以夺人魂魄炼出夺魂花，来激发那些妖兽的兽性。镇上有人在贩卖一只寻宝儿鼠，水月看着年幼的妖兽心生旧意，便放走了它。这里是天骄的家乡，马一鸣2人便随他一起。镇上玲珑客栈中，白老板是一位魅力的仙子般的人物。镇上一句话广为流传：玲珑客栈玲珑仙，只限金银不限仙。白老板对金银仿佛有着不一般的执着。一名男子想要千金买一笑，白玲珑笑完说：拿钱。若能博得白老板一笑，3金千金又何妨啊？胖哥哥可是当真？那当真呐。我朝惯例，千金当者5方铜钱零190贯，银937两，黄金123两。逼得那位修士失去了身上的所有财物。海外的阴阳师来这里闹事，白玲珑一个女子便是这里的老板，自身修为不用多说，施展幻术便打得阴阳师找不到北。阴阳师只好施展忍术，狼狈逃离。一行修士都聚集在这里，都是察觉到此时妖气猛增，怀疑有大妖出世才来。
更是从镇妖司的小官听到，此时有着花满堂的身影。画面一转，山中花满堂失望地面对一只刺猬精。原来刺猬精的孩子被山民抓住，他自身却不愿伤人。花满堂手拿一根怪异小花扔入对方体内。百妖镇一户人家，刺猬精入体，男子便翻一整一半。身旁妻子担忧地看着丈夫。自从下午丈夫吃完山上捕捉的刺猬，就成了如今的模样。一会儿过后，男子仿佛更加痛苦，手臂更长出怪刺。隔日，妻子便请来降魔师，来者正是昨天闹事的海外阴阳师。看热闹的村民正讨论着，屋里2个人也没扔了出来，正是刚才进屋的阴阳师。2人面对刺猬精附体的山民，根本没有反手之力。马一鸣很快来到这里，2人面对刺猬精倒是容易上手许多。马一鸣更是拿出家传照妖镜，打出了刺猬精的本体。那白妖心生惧意，转身便逃走。马一鸣仿佛早有预料，刺猬会打洞，山中树林是他的必经之地。马一鸣早让水月埋伏在那里。树林中，这里有着法阵困住刺猬精，但他一身遁术根本不见身影。花桥自有准备，拿出一种草布，这种草木燃烧后的烟正是刺猬厌恶的味道。一行人准备好后，那刺猬精果然出现了，只不过比平常的精怪眼红了许多。马一鸣让那中邪汉子当成诱饵，刺猬精果然上头，却被马一鸣的法器伤到命了，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。这时几人注意到，刺猬精后背也有一朵红花，随即镇上的修士都赶来了。那佛门弟子倒是会平静的法门。只见刺猬的身形变小许多，眼中也没有红色，宛如乌龟一般，一步一步走向深山之中。原来众人也都是为了花满堂而来。花满堂似乎也知道众人为他而来，所以用花粉迷住了一种蝙蝠妖，让他们先下手为强，围攻玲珑客栈。客栈中，直到有人被攻击传出声音，众人醒来，白玲珑施展法术，屋里的灯都亮了起来。看着漫天遍地的伏妖，一行人各自施展自家绝学，斩杀一只只沾满人血的伏妖，但各自也都受了轻伤。一根藤蔓生长，正是花满堂。看着众人，仿佛在看猎物一样。但这里始终人数太多，他也害怕自己被围攻，万一其中1、2人在藏着法器一般的存在，阴沟里翻船的事儿也听闻过许多。他抓住天骄，便回到山中老巢之中。众人一时间面面相觑。突然，一只耳鼠扯着水月的衣物，看他的模样，仿佛知道花满堂的住所之处一般。众人便随着寻宝耳鼠来到山中一处洞府之外。地上突然一颗颗藤蔓飞出，众人还没出手便死伤大半，躲到了洞府之中。之前天骄眼神泛红，向众人出手。花满堂似乎很喜欢看人自相残杀，所以没有出手。但天骄被众人制服后，拔掉了背后小花，恢复了神情。这里是花满堂本体所在，一身妖力的花满堂在这里宛如妖神一般。但佛门弟子刚好克制妖力，众人将花满堂与本体分离，镇魔司结合白玲珑形成法印，灭掉了花满堂的本体。这时花满堂浑身化身为白纱破碎，而地上开出了一朵不知名的小花。故事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